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我们今天这个过年前，我们邀请到这个来宾，好好的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所属部会呢，到底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什么样子的重大成绩单？热烈欢迎环境部长彭启明。时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真的很开心呢，又再度看到你哦，8个月了，8个月对。01天，对，02天，02天，对，有感受到关不了省吗？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做这个选择啦，我就会很坦然去面对了哈。当然，我是觉得的确是很辛苦，我必须说很辛苦。我过的生活比我以前在民间当这个企业家还认真，还努力。然后我过得很简单，我不应酬。然后我每天很自律，7点就到办公室，然后过得很简单，然后我不应酬，所以过得很简单自律的生活。我觉得我很努力在工作上啦。很有成就感吗？我觉得我推动了几件事情，例如说好碳费，上次您访问我的时候，对，过了，我现在过了，把它搞定了。对，那个时候还在演之绎，我把这个那么难的事情搞定了，然后 SRF 这么争议的议题，我们白皮书出来了，往下走。垃圾山的议题我们也解决了，要一点时间，明年年底可以完成。然后各种的国际的议题，或是绿领人才的议题，我一个一个去解决，我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有成就感啦。但是我还是希望慢慢的可以改变，让台湾的环境可以更好，是我的职责。我觉得就是说，看到事情的有往前推展这件事情，其实是令人振奋的。可是呢，事情要有人做。事情要往前推展，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有预算。请问你们部会在这一波的大屠杀当中，算重灾区还是小灾区？我觉得整个屠杀里面没有人是重灾，都是灾啦哈。我举个例子，当然那个第一个是出国，像我有一个功能，就是国人期待的，要我去解决 CBAM 欧盟未来会收碳的边境调整的税，简称碳关税啦。碳关税，欧盟这个明年就要开始课征了。那我们其实要协商。那我的出国经费被砍了，统3、6成啦，只剩下4成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跟国外？我纵使我都搭经济舱，钱都不够啦。这个我等于是跟同仁算过，以后我们可能就要额外来处理了，会比较辛苦。那整个气候变迁还有各种都需要国际合作。那恐怕以后就很困难了。所以环境部动山的这个比例，山跟动。我给各位看一个图哦，这张图是最新的统计出来的，热腾腾的哈。这个第一个叫冻结嘛哈，冻结就是写个报告或是专案报告，他就给你使用哈。我们以前大概都是冻大概很低啦，大概1-2% 啦哈，现在冻到12.83%。而且呢，这个洞都比例很高，12%哦，12%哈，大概增加12倍。对啊。然后这个删除呢，大概差不多比往年多一点点，大概3点多啦哈。但是其实也是往年最高。那我把这个图表问了我的政次是环境部的常任的公务人员，他一辈子都在环境部。他说他在当公务员30几年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也蛮担忧的，所以我才说大屠杀，真的是大屠杀。那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当然，业务费砍了3成，是大家都在砍。那业务费3成是什么概念呢？各位知道，我们业务费其实一个公部门要做很多事情，需要不是自己做，因为公务员有自己的薪资预算，那还要做很多事，有时候要委外给别人，公司协力一起合作。那今天我假设我要委一个事情，你来帮我。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广宣预算哦，砍得很低哦。好，我假设啦，我要来支持做一个这个节目啦。不可能哦，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合作来做一个节目来宣导或做什么，不可能哦。好，假设我有一个节目是来做这个，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说，我们合作原来的经费只能打个7折，3成以后我不知道，你会来跟我合作吗？不会啊。谁理你呀？对啊，觉得说你那么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我很大的负担，就说算了。其实我很担心这个未来，外界人如何看公部门，因为你有3成就不确定的预算，这个是很难做的。虽然很多人说啊，写了报告就解冻了，未必哦。对，因为我跟你讲，要看他们心情。他们有一些解冻案是要到大院
到大院就很难解了。对。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个署叫做资源循环署。资源循环就是说我们例如说这个纸一定要做好最好的这个利用，如果这个纸没有好好的利用，就没有回收，就丢掉就烧掉了，或是堆积如山就变垃圾山。所以我必须好好教育国人，怎么分类，怎么去做得好。那这个没有做得好，垃圾就一大堆。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这个署推动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很重要，可是也被砍了3成。等于是冻结3成，然后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叫化学署，这个名字很像是化学哦，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化学署做的就是国人重灾的化学。像我们最近很多国人会想要开一台电动车，对，其实电动车也有危险性哦，对，里面锂电池哦，对，这个怎么处理，尾巴怎么处理，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那冻结了，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啦。对，那未来怎么防护这种电动车的可能的危险？那这个就会出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国家环境研究院，他们是培育这个绿领人才，绿色的领子就是绿色的工作，那个是年轻人最看到最有未来的工作，可是它的经费也被冻结了3成，等于是说它未来的速度势必要放慢下来。等于说我觉得是说我鼓励有同仁啦哈，既然面对了，我们就要去正向面对它啦。我也不能怨天尤人，然后说我们领的薪水不要做事，不行这样，我们会努力的做。可是没有业务费，我是要做什么事啊？的确，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鼓励同仁说，我们要认真啦，然后跟委员好好沟通啦。那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也是这个年的确是蛮沉重的。所以这个过年心情都会很不好啊，就是那怎么办呢？原本在推动的事情，现在可能要放缓，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而且有很多是，譬如说。保护环境的这些宣传，譬如说什么这个垃圾的回收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些东西，宣传费都没有。我们本身宣传费就很低，我就有200万而已，那又被砍了6成，所以我就觉得，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破坏环境吧。不行，这一定要去做，所以我只好很努力的在用我们的自媒体去做处理。那问题是说，那个量能跟这个雅虎 TV 可能很难比啦，它的观众的人数还有影响力都差很多。然后我来的时候也觉得说，公部门很有力量哦，可是后来发现公部门是很辛苦的，因为它本身第一个开记者会也不见得会登，媒体也不见得会登，然后登了大家也不见得会看都在网络上流传。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困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推行一个很好的政策要往下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通道每一个人身上的，这是最大的关键。通路很重要，所以就只能这样用自己环境部的，譬如说脸书啦等等的，所以这些就会受限。因为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撒下去，然后大家都看得到，环境才能够大家共同来维持，否则就是局限性会很明显啦。好吧，那因为各部会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啦，就是大家都这个受灾户，然后现在大家都可能在调整说，好，那如果被删减掉的、被冻结掉的，那剩下来的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这一部分的确是辛苦了啦。8个月02天，面临到职涯当中最大的一笔。这个困难，这个就很像说我当然我也理解很多的委员说，那你们好好写份报告给我看啊，可是其实我很努力在我们的委员会里面，让很多的委员知道我们的努力。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最早所有部会里面最早11月下旬我就通过委员会的预算了。那时候我其实被删的很少，因为委员们对我们环境部很肯定，我们的同仁我们都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说明的也很清楚。然后可是到了这次突然就爆量了。那爆量我是觉得是说，我也可以理解很多的委员的心情但是我是觉得以前我在民间经营企业的时候都知道，你要马儿好，一定要让马儿吃草。你不能说让马儿说你赶快给我，你这个马已经很瘦了，你要给我跑快一点，你跑快一点，我下次再给你草吃。
这个很难做，就会让公务人员，就是说我觉得我是政务官，我觉得我担负这种责任就算了，可是让我们的事务官的同仁，因为负责沟通做事的其实是我们的事务官，我政务官是我要负责整个政策的决定，还有委员的咨询，但是他们就很难做事，那我就必须很辛苦的要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的心情的写照。部长就是之前在跟立法委员们一个一个沟通，拜托预算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委员都跟你的互动都还不错，对不对？你也没有想到说，到最后一天呢，这个立法院竟然会丢出这么多案子，删，互动过程是好的，我觉得，所以你没有预期到说，接下来会大屠杀。其实我自己对于，因为我没有参与政党的各种的政党的活动，所以委员对我来说，他们也都知道我是从民间来，也有我的专业，所以他们对我是不管是蓝绿，他们对我都非常的支持，甚至当然有些委员对我还是有很高的期许，那我也都接受，我也承诺我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是内阁里面第一个部会通过预算的委员会出委员会的，我大概有1个多月没有去立法院。就大家在忙的时候，哇塞，这个厉害哦！我就1个多月没有去哦，大概到了1月都没有去，1个多月没有进去立法院。但是委员要求说他要到地方视察，我都能够去，就配合去。所以其实我等于是我们很努力，环境部的同仁很努力在做这个事，但是没想到就是一样无差别的，那我就觉得心里面就有时候觉得会很挫折。有时候我们的同仁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要那么努力？也会给我一个这样的想法。的确，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环境很重要，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愉快的，再加上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政党的这些影响，可是到最后还是用政治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伤害蛮多认真做事以及公务人员他们的这个心理啦，就觉得那我能不能认真？结果到最后你们不是看我的专业来删减，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一次透过了这样的删减预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反思。好，不过回到这个环境部的主管业务，最近4阶这个议题，然后在环评嘛，那所以就传出来说，有人叫你小弟。说那个环评应该就是差不多过了啦，还没评你就知道，是通灵吗？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袁伟？好，小弟那个事是我在我脸书上面写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隔几天有人要开记者会说，因为经济部的郭部长，就是有一个媒体写郭部长说藻礁有什么用？撸蕊就好，撸过去就好，而且他来评论说，他当面指责我环境部长搞不定环团，指责我，那我就澄清了。其实第一个，他是问我说，彭部长，黑的藻礁溪要干嘛？他问我，他不知道藻礁可以做什么，因为他也没有看过藻礁啦。我的妈呀，经济部长对郭部长，他问我说藻礁它的功能是什么啦？他问我啦，那我说这个生态它有它的生物链的关系，所以很重要。所以还是要珍爱藻礁，所以我跟他解释这个东西，他没有念我，也都没有骂我，但是环团就引述那个东西来攻击这个4阶早就要过了那其实我观察其实我自己在内阁里面，虽然我的年纪轻，我的年纪算比较轻的，但是那些我每一个人都比我有政治的历练，所以我是未必，我都会去当，都去学习的，我都去学习，甚至我到环境部，我的1级主管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必须跟你说，我去环境部，我觉得我是当小弟一样。我觉得领导就是当小弟服务大家。当我服务大家，大家相信了我，而且大家合作的愉快，自然而然我不用去主导你，我就可以领导大家。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情，我在民间就是这个样子，各种领导工作。那环团呢，很习惯叫环境部小弟，你就是经济部的小弟，所以经济部叫你干嘛就可以干嘛。可是我必须说，在过去这8个多月，其实我跟经济部有很多的折冲，很多的讨论，有合作也有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对等的。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从部的立场，我是部长，他也是部长，我不会说他的钱比我多，我就是小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有一点好奇，就是说，不管是藻礁，或者是这一次的这个4阶是因为协和电厂的问题。对。好，那不是都是应该经济部的业管的业务吗？那不是应该要发电？所以他问你藻礁啊，他也问你这个
这个4阶这件事情哦，没有4阶的议题，我跟郭部长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从来不会跟开发的这个主管部长问我，你可不可以让我过？从来不会，我也从来不会打电话给环评委员说，你这样给我过，或者暗示说你一样给我过。我从来不会下这种指导棋。那经济部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啊？所以这个环评应该也只是过个场。我们在内阁会议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些部会有开发的，不是只有经济部，有时候也有这个国科会，有时候也有交通部。他们做任何一件的重大的工程跟环境有关的，都会送到环境部来做审核。那我呢，就是把关，我就是一个裁判者。我会请环评委员来审查这个环评案对环境有没有冲击。如果有冲击，那第一个一定要回避，或是把它缩小。或是说缩小，或是说我们把它减轻，或是我们最后没办法要补偿，所以有4个原则会去做处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很好的 SOP， 我们过去通过了大概有750个环评案。那不过的也有还蛮多的。那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程序来保护守护的环境。那我们呢就是一个裁判者。我就是裁判者。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都是政府在办啊，所以就是找一些这个立场比较偏颇的专家来做这件事情，球员兼裁判？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制度，你如果连这个桌子就这样翻掉的话，那你要相信谁？我的那个委员不是我任命的。现在的环评委员不是我任命的，是前一任任命的。他们其实有他们独立的判断。有人说 yes or no， 你如果坐在里面开会，你就知道说他们都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一个专业的人员，都是大学教授，主导的都是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容许说你说我叫他过就可以过，或是说他没有专业，我们必须尊重专业。那个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审查。所以环评呢，就是我是一个裁判者，我把这个方式有初审有大会。像这次4阶，其实它是一个初审。我必须说，他经历了6年，没有办法过。那有些的环保人士，他用一些方法一直去阻挠，不让他过，甚至就是要翻桌。但是我必须说，我从我的立场，我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你们好好的去那边沟通。甚至我们过去民众旁听，只有20个人可以弄。因为你如果要每个人进去都去讲话的话，你说那怎么开一个会？我们租体育场。大巨蛋让大家不可能，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规范。那像这次我们为了要扩大，所以其实很多的民众来参与，我们50几个人可以来发言，一个人3分钟，就从早上10点一直讲到下午2、3点，每个人都讲个3分钟，然后再做回应回答，有很多的程序。其实我们都按照所以其实是更开放的、更多的声音纳进来。对，所以其实我是在保护大家不一样的意见在里面可以澄清。可是也有人认为说，我讲的你都没有澄清。事实上，你讲的跟他回应的，你都没有听别人怎么回应的，或是说你直接否定别人回应的，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这是我自己，我身为因为我这次我并没有参加这个环评大会，是由我的政务次长来主持的，所以其实我在远远的在看直播，我跟每个人都一样，我就关注到有些人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个手段，然后来否定我们的环评委员，否定这个制度，那其实就想要把这个桌翻掉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管你们怎么讲专业的话，我就是不要。对，就毫无沟通可能。就是我跟你讲我的理由，你完全听不进去，就是你就是不能让他可以有任何的做法，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开发案都是一定可能会对环境有影响，那就是请这些专业人看对或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去尊重这些专业人士。而且你刚刚讲到有4阶段：回避、缩小、减轻、补偿。所以不是0跟1的问题，不是0跟1。开发经济发展跟这个环境保护绝对不是零和游戏啦。对，就是它是一个协商折冲的过程。对，所以如果像我自己主持过5次的环评大会，我以前没有参与过，都是外面这样看而已。可是我主持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很多人说，你看你的那个结论都写好了。结论都写好了没有？因为以前一定要有一个会议要流程嘛，一定会预拟结论，所以我们的同仁都会说过或不过，
都会先准备好。可是我们现在同仁已经很厉害，他们一面听大家在表达意见，一面在逐字稿共笔在分享在打，所以他们就会写好一个草拟，因为都可以听到大会每个人谈论之后，可以有一个大致上的结论，所以他们预拟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再来改，所以都是线上即时在做的。所以绝对没有说什么我先拟好一个结论稿，绝对没有这种事。没有，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我有我的专业，我也跟国人说明，我从上任的第一天，我总统、院长或是我们其他没有人跟我说，彭部长，这还要几月几号你要给我过，从来没有这样过。反而是说有一些开发单位，例如说经济部，然后交通部或是国科会等等，他们有一些开发案要开发，当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反而会说，为什么我们的工程会阻拦，会延后，都是环评。那我就反过来说啊，是因为你们的环评的计划没有好好写，没有听懂我们各界的这个需求，请你好好写。你如果顾问公司没有弄好，我们有一定的规范，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做，你照这个规范，你有可能就会过，你规矩的做就可以过，请不要用一些别的方法。所以我是在建立这个环评的制度，我是一个这个制度的维系者，我不是当小弟帮你们背。你捍卫的是制度，就对。对。但是我很不喜欢的就是说，你就直接叫我小弟，因为你这样叫我小弟的当中，你就会只对我指指点点，叫我做什么，那我就变成你的小弟。我很乐意当环境的小弟，所以我这2天也跟我同仁讲说，像我在环境部，我是帮我们同仁的忙，我同仁有什么需求需要跟部会协商，他们会拜托我就去做这个事。我也是我们很多的司处长的小弟啊。那我相信我这样服务他们之后，让他们工作更快乐，让环境部就可以提升起来，这个是我的原则啦。所以你其实某种程度有一些为难，因为环团说你是经济部的小弟，然后呢，可能拥护经济派就会认为你是环团的小弟，就是两边都是我大哥，所以你要在中间找出一个双方可对话的这个中间点，其实是一件辛苦的事啦。这本来就很辛苦。对。那这些环评委员，大家就会质疑说，到底公正不公正？你刚刚提到了，他们都是学有专精的教授，那有政府的官方代表在里面吗？有，我们总共环评为21位，然后民间的很像是15位，政府的大概是6位，我可能数字上，那政府的也蛮少的。政府其实是例如说，有些涉及到农业，然后涉及到这个公共工程，还有交通等等，其实也有一些代表在里面。但是其实有些有初审，有大会，其实以政府的角度，如果要开发的话，其实不见得容易过。对，我们有否决过很多的案子就是说官方只有6个比15个，就算这个官方想要碾压也碾不了啦，因为你这开什么玩笑，6比15大了吗？没有碾压，绝对没有碾压这件事情，请不要说意见跟你不一样，你就是碾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审查，这不是立法院，环评大会不是立法院，所以我看到有些委员一直说程序问题不公平吧，其实我们都有一套的规则，所以我去主持那个会议里面就是照那个规则走，那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好不容易20-30年来建立一个制度，过去冲突很大，过去很像我一个环境部长、环保署长，我就可以决定过或不过，我必须说在那个会议里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是大家的共识决。那所以市街这件事情目前是通过了初审，接下来还有大会。对。那所以我看到就是双方都有一些新闻出现了，譬如说有一些里长说要赶快给他过啊，因为他们也期待说是不是协和电厂这件事情，可以，如果可以更不要环境污染，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嘛。那所以。什么时候会开大会来处理这个事件？好，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台电他们自己。我第一个，这要开发单位他自己送回复的意见出来，然后再送一次，送到我们的大会，我们就可以来决定。他越早提出，那就可以越早审。那他最晚是4月30号。那就看他自己什么时候提出来，这个我们不会干涉。所以最晚4月30号，台电必须提出来。对，这是最晚。他如果说好明天就可以做得完的话，他赶工的话，像立法院那么努力的话，就来的话，那我们就会赶快来排。这个我们不知道时间点。好，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政府通常都会站在这个保护我们的环境？
的这个角色。那所以谢国良他其实也出席了，对，就是说在这个会议当中，谢国良市长的出席会不会对于这个会议当中产生一些压力，看不见的无形压力？我记得去年因为我还没上任前，谢国良市长就说要拜访我啦，谈这个世界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上任，所以我就不方便的碰面，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环境部部长。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上任之后，我曾经因为基隆发生过这个台风，有一些崩塌，我有去看，我有去帮忙看，然后也补助了这个基隆一些费用，所以在那个场合有碰到谢市长。那其实我相信他也做得蛮认真的。那他这次来，我有仔细听他的这个言论其实他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反对，他反而是一种保护市民的一个角度，希望大家好好审，严格的审，严格的审，过或不过就让这个环评委员会来做决定。因为他要环境保护，可是他却又要辉达，就这件事情有一点矛盾。辉达要用很多电，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政治跟经济这两件事情曾经有要选总统的人说，政治就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是说，在你环境部，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嫁接一个平台，捍卫这个制度，然后让双方意见各成，你会站在你的立场，你会不会常觉得有一些为难？然后经济很重要，但是环保也很重要，但是会不会到底那个天平应该怎么样调？对现阶段的台湾是比较好。好，我记得我前几天跟那个卓荣泰院长，因为我快满8个月，我跟他分享我的，他也关心我做的辛不辛苦，因为我从民间来，第一次从事这个政府的工作了哈。那他也问我到底适应的如何啦，我跟他说还可以啦哈。那我跟他讲其实我觉得我努力把环境守好，就是台湾一个价值，因为你钱再多，如果空气不好，环境不好了，你不会住在这边。所以我会努力的帮台湾再打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有感的，我会努力做。那他听了还蛮高兴的。我认为经济发展跟环境，我们的宪法是说要必须兼容并蓄，很难啊，很难。但是我认为是要经济发展，可是还是要以环境保护为优先。这是我的原则，但是环境保护为优先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是我们要从专业的考量有一个定义，而不是说大家的觉得谁觉得是要有一个专业的评估，对环境的冲击危害是最小的为一个原理。所以我刚才讲过那个4个原则，我们必须第一个要回避，要减轻，或是到最后不行的要补偿。所以我们会照这个原则，这是过去这么多年的环评的结果。所以环境还是得要放在经济前面一点点。我身为环境部长，我一定会遵守这个原则。所以当很多的部会说他要开发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你一定要把环境放在最前面，你才有可能过。不是我说可以过，但是你这样的话，你把环境放在前面，你保护环境优先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过。我记得部长你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提到了很多，譬如说什么 SRF 那个东西，然后你还带了一个那个垃圾的那个东西来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光电的环评，然后有一些的状况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的审查很松啦？然后等等，他们地方这个审查就会比较没有严格的制度。那这些问题的进度处理，环境部这边。第一个是光电环评或是一些旅馆，等等，我们还是收回来我们环评。其实我们当时是同仁希望说，帮地方扶植地方，因为环评有2件事情第一个我让他过或不过，第二个呢，我要督查他过了之后有没有符合环评的原来的承诺。所以其实这要有2件事情，一个是环评的审查，一个是监督这2件事那我们环境部呢是管全台湾的大型的很多地方都有环评，那他们环评呢应该要把他们做好，但是地方的人力没有那么的多，而且地方县市政府呢其实有重视或是没有重视也有差别，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拉到同一个基础，因为我们都是大的，可是如果地方小的旅馆，它如果通过环评之后随便乱弄呢，废水乱丢呢，其实那个是地方要监督的，所以我们看到地方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把它拉起来。
也让他们多一点案子可以去审，这个是当时的初衷。那后来呢，当然社会上觉得说地方问题太多，对，所以还是希望我们来做。所以权力现在是收回来中央这边自己做，多数大型的，所以有例如说旅馆开发，或是说一些这个大型的，都是我们还是回归到例如说太阳光电还是维系在我们来做。那什么SRF 的那个厂呢？还是我们，还是中央，还是我们。所以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觉得可以确保，但是我还是希望地方可以做得好，因为我觉得未来财划法通过之后，其实地方突然增多了很多的经费在那边。其实我也观察到，有些县市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是不一的，有些县市很重视哦。有的不大重视哦，有的垃圾分类很努力去检查哦，这个垃圾量减低很多，有些县市是很高的，所以我也担心未来每个县市在环境保护的脚步不一样。而且因为财划法这个3700多亿被地方拿走之后，因为权责就会不太清楚，钱拿了，但是有没有负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件事情，其实你很难被掌握，所以它仍然会陷入一个循环，就是。各个县市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想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就有些就真的比较松啊。那所以中央如果要检查、要督导，那地方不做，你们有办法吗？目前老实说没有办法，因为这财划法，我举例啊，像现在全台湾的这个一般，除了台北市几个都市比较有钱之外，全台湾的大多的垃圾车是我们中央在帮忙补助的，有在补助的，垃圾车，垃圾车、清洁车、垃圾车，那个跟我们每天生活有关吧？你看，你总要倒垃圾吧？那个是环境部中央在补助的，补助给地方。哦，真的？对，真的有在补助的，很多很多嘞，我们一年都要补助个几百台。那财划法被抢钱之后，你们就不要补助啦，看你们受不受得了垃圾堆起来。如果说按照原来财划法，其实因为财划法修正其实都没有谈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应该地方要做这个事？因为我这边变少了嘛。可是问题是说，好，这个给地方做，可是地方有些县市首长会重视这个的比较多，有些县市呢不重视的，就一直还跟我们要钱。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未来那不是完蛋，有些县市可能垃圾就开始一大堆。以前就是说我们很认真的，像我，其实我担任环境部部长，其实很多人期待我是要做气候变迁的，但是彭部长你怎么跑去搞垃圾啊？常常去看垃圾山，都是他的事，都是他的对，我认为说我如果气候变迁做得好是应该的，可是我如果连这个垃圾都没有处理好，大家会接受吗？所以我还是很勇于认识的去面对垃圾的问题、垃圾山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如果财划法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隐忧就是说，其实每个县市首长对于环保的政策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对清洁队支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后面的差别很大的情况。那怎么办啊？那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应该你们在这个。部长碰到部长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互相吐苦水说？对啊，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啊。可是我是觉得无论如何啦，当然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这个怎么会变动那么的大啦？但是我是觉得我既然做的工作啊，还是要解决问题嘛。可是你们没有钱，怎么解决问题？财划法被抢钱，然后中央政府总预算被抢钱，那所以你们几乎就是砍手砍脚，只剩下2条腿啊。我还是要做啦，但是我是心里面有一点。那有钱怎么做？就是很辛苦的来做，所以大家要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讲哈，说你们可以来批评我，我会努力做，我都摊在阳光下，你可以来批评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也请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因为会不会就是之前原本做的这些事情，现在全部收回来，我只做20%啊，多的不好意思没有。就变这样，我不希望这样，因为时期也知道我来自民间，其实我在民间可以发挥得好。我既然来政府做，我就希望发挥我的效能。对啊，而且你超有理想性格的，就是要做好。我就会努力做。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不知道说该做或不做，或是说你有理想做，你说出去之后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你没有钱了。这是我担心的。哇塞，怎么办？我们越讲越悲哀啦。好的，另外一个比较民生方面的问题啦，就是说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
国旅啊，已经萎缩很多了啦，大家都出国去玩啊。但国旅竟然不提供一次性备品，这我看到有一些人有抱怨。那这件事情对于环境部来说是很重要的吗？哦，其实这个叫做限塑啦，减塑啦。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初衷就是爱护地球嘛。我们垃圾的这个塑胶的使用量太多，那塑胶呢，这个就是小瓶装的180 ml 以下的小瓶的。那其实我们以前住饭店那个东西都摆在那边，像我以前我也习惯住个旅馆全部收刮拿回家。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以后去哪里都可以用嘛。对啊。这个都是我的，这是我的福利嘛。那或是说你不用，其实饭店也会把它，因为他怕有人这个用过嘛，所以他还是整个会清掉丢掉嘛。所以其实这个备品呢，大概一年大概我们有算过统计过，大概是4亿多个。其实它就造成整个环境很大的这个压力啦。4亿多个小瓶子，对。那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去净滩，那个其实净滩很好玩哦。那个净滩有时候会捡到牙刷嘞，牙刷、刮胡刀什么都有那个牙刷、牙膏也蛮多的。那应该都乱倒废弃物吧？就是乱丢啊。那我们应该从源头减量，从一次性的这种减量，这个就是一次性的用品啦。那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如果去欧洲玩，去日本或韩国，没有牙刷，对，都没有。那当然啦，你如果没有的旅馆会让你索取的啦，或是你要自己去买啦。所以其实这个早就是一个标配的。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大概在2年前就开始讨论，1年半前正式公告法令，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它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这个争议，这个争议的源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6个县市，它自己呢比较超前，就是说连免费的都不能提供。可是我们连免费都不能提供，有6个县市啊，所以基本上他们也认真啊，只好我就拿来卖。哪6个来？我要打5颗星的来。我不方便说。哎呦，跟打一下5颗星嘛。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个，他们压力也很大，因为开始在骂了，因为。多数的旅馆我遇到了很多旅馆。我举例，例如说，大多数的4、5星级的旅馆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知道环保的理念，而且环保的价值就是旅馆它可以往上成长的一个永续的价值，大家都欢迎的。所以有些旅馆说啊，你没有带，你跟我啊，你可以出个5块10块钱，然后我来做公益。很多旅馆都这样，甚至有些旅馆说你来住零碳排。对，或者你去捡垃圾做什么事情，这个有很多的创意。然后但是有些传统的旅馆，它因为有之前的这个法令没有很明确，我们后来呢有协调全国统一了，就是你可以免费或是付费取得，免费或付费。当然，但是免费不是普遍发的，不是放在你房间，需要就是放在1楼，然后有需要的人去拿的。对，你可以跟柜台拿，那我们也曾经问说，那你可不可以像日本一样放在那个1楼大厅自己拿？对。可是我们的旅馆业就告诉我说，不行这样，因为台湾的习惯是整把拿走。就是我不是拿1根，我是拿1把。1把走那我也跟各位说，其实你如果去住旅馆像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不小心没忘，以前没有忘了带。其实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牙刷就叫做一次性啦，没办法用太久。对啊，那个就材质比较不好。对，所以那个其实成本是真的很低啦。那当然有些旅馆觉得说，我不要一次性，我弄好一点的给你，用你自己平常用的更好的卖给你比较贵。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每个旅馆它的理念业主不一样啦。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第一个是免费提供，第二个呢是就是免费或是付费取得。所以大致上我看到90%几以上的%的旅馆都做得很好。而且会带给消费者说，这是我的环保理念，鼓励你来做环保旅游、绿色旅游多数的。但是的确有一些网红他不习惯，但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做这个事情的啦，不做不行啦。那我也知道国旅是很辛苦，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从国旅辛苦的关键，因为其实这个反而会让我们台湾跟国际一起同步，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做。了解。所以这件事情，因为今年开始实施，所以初期难免会有一些阵痛期。所以之后就习惯，因为你出国的时候，对我到欧洲、到日本也是一样，就是你根本你就是要给我自己带，不然你这个就是源头减量啦。源头减量啦这个就可以减少垃圾山，地球会更好。因为这个东西就叫做塑胶嘛，那它如果你没有这个减少它的量的话，到最后会到大海里面变塑胶微粒，会吃下来。
吃到你身体上面。好，我们来谈一些环保的问题，最后再谈其他的。不要的衣服不可以全部都丢吗？丢回收桶？其实要看衣服的材质啦，哈，那个其实很复杂哦。我自己有时候都不大懂，然后甚至有些我还看到有一些人会去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的衣服它本身是化学物做出来的。可是现在的衣服不是因为快时尚啊，快时尚啊，所以很多都是化学的啊。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可以做好这个分类，再次的利用，它是可以的。分类，所以我们不是全部都丢衣服回收箱，我们要自己分。可以做好一些分类，你可以上我们环境部的网站，它有做好可以回收、不可以回收的衣服，再丢进去回收的，应该是这样做。哦，真的啊？对，好麻烦哦。那所以我们每件衣服，如果我不想穿了，我要丢掉的时候，我要看它的材质。其实要看一下。那你不知道怎么丢的话，可以到我们环境部网上。有的很大的话，就是必须当成大型废弃物来。大型废弃物。对啊。各位知道，其实环保真的不要怕麻烦，因为你这样你不等于是很容易的话，你就会不断的消耗这个地球啊。你这样的话就丢到焚化炉去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再做一个回收。这个用处就是说，有些衣服它还有它最后的寿命，可以把它的材质再进行提炼，变成下一件衣服。哦，那所以像我这种爱买衣服、狂买衣服这种人，其实不应该全部一把丢。像你，因为你要在荧光幕前出现，你一定要非常的跟得上这个 fashion 嘛，哈。所以我建议思琪说，你的衣服可以，你穿过几次之后，可以当二手衣再卖出去，做好一个畅通，让衣服的寿命增加一点。对，增加一点。好，那所以这些宣传其实接下来就没有了。就变成很少，我觉得在网络上放一放触及率就很低。因为触及率很低，所以大家就还是把衣服这样丢到回收桶里面去烧掉。对，所以这环保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所以钱没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变得更灾难。更严重。我这有一点担心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发现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见得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希望每个礼拜来这边主持节目，越悲哀啊！可是对啊，你可以一个礼拜这样子直播1小时，接受民众提问，这种就只能自力救济靠这种。我做过了一次，已经做了一次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差别，就是跟这个雅虎这个频道，所以其实因为来上节目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呀，你也要排时间，我们也是对呀，要互相瞧。对。哇，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所以其实就环境部而言，就是目前也的确很多事情无解，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这些立委看看能不能有补救的办法。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最近冬天很冷，暖暖包也不能直接丢。对，一定要它没有温度了，不会你再怎么搓揉都没有温度了，才能丢，因为它其实那如果还有一咪咪根本就无法保暖的这种小温度也不行。那就是让它没有温度，就是你再怎么弄它没有温度了，你就可以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它不能回收的。它不能回收。那所以如果它就烧掉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物质？基本上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焚化炉基本上我们的焚化炉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空污的规范我们都在监控的，所以基本上它的戴奥辛排出的量都低于法定的标准很多，所以各位不用太过担心。另外有一个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年快到了，然后大家买年菜，然后买年菜里面都会有那个冷冻包，那个冷冻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其实还是就丢到还是垃圾啦，因为这个很难处理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化学物在里面。对啊，我想说里面那个软软的东西，对，所以它就只能烧掉。对，只能烧掉，只能处理。其实说我是觉得说，当然啦，我们能够做到资源循环零废弃，真的是一个目标。但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太多，我也希望源头减量啊。可是生活太多有不能取代的，像你说的这种东西，那这个就是垃圾。那这个只好现在的处理方式还是透过焚化炉来处理。但是如何减量，这是最重要的。减量那个才是最重要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对。然后呢，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你这8个月02天以来，处理了垃圾山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说明年底可以
处理掉台湾那个垃圾山，就不会再有新人跑去彰化拍垃圾山的结婚纱照了，是吧？对，其实这个跟我上次跟你讲不一样。你看我身后站着一群人，他都是各县市的环保局局长。哎呦，因为我去每一个县市都有敲门，有人会拜访到他们县市首长，大家都愿意一起来面对。所以我那次讲的时候是我那垃圾山那个县市也 OK 啊。对啊，都愿意啊。当然，我必须说，有些县市是有一点点难处理的，有些县市会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大多数县市都是支持的，而且会一起来做。所以后面的县市那个环保局长跟我一起签约就抓，一起来就抓，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在处理。所以那个垃圾山就会要送到焚化厂里面去把它烧掉。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它有焚化炉的话，它会先处理掉。当然，我必须说它源头减量，他们现在大多数有破袋检查，就是说你垃圾没有做好分类，它不让你丢，你要先做好分类。很多县市努力在做这个事情，我们都很肯定。那可是焚化炉这件事情就是邻避设施，对。我记得上个礼拜又看到不知道哪一个县市人那边抗议说焚化炉不要盖在这边。对，其实当然这个焚化炉它这种设备是地方政府，它是一个处理的设备之一啦。我们也都尊重地方政府，它选在哪里盖。但是呢，其实如果要盖，那就要必须做好一定的标准，而且做好地方的沟通。那大多数现在的这个新的焚化炉，它的像我前几天去台南的一个新的焚化炉，它重新旧的把它整改完了之后，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它可以烧更多，然后第二个是它可以分类的更细，没有环境的问题，所以然后它又可以发电，所以基本上新的还不错啦。但是我们会严格要求它一定要符合环保还有空污减量的原则。那有没有要求说每一个县市你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县市的垃圾？因为有一些垃圾是跨县市在麻烦其他县市帮我烧的。对，现在大多数以前的光就是地方都要自己处理啦。那我们的确有些县市它没有自己处理的能力，都要靠我们环境部中央来做调度。对。那前几年呢，就是因为很多的焚化炉老旧了，没有办法调度，就累积越来越多。那现在呢，我们预期那个量能就起来之后，我们会做好更好的一个处理，所以目前未来2年内解决。所以环境部就是做调度，那不会要求说以后我们要让你跨县市你要自己想办法处理自己的县市。现在未来我相信未来的趋势就是地方政府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垃圾的处理。多久？有没有什么期限？要严格要求啊，不然你都不处理。我们现在当然都是用鼓励奖励的方式来处理啦，但是我相信未来财划法通过之后，地方应该要负责更多的责任。但是地方没有要跟中央谈责任分工啊。现在目前就是这件事情都还没有，所以我也蛮忧心的，未来这个2年后会不会跳票？因为我们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财钱的问题。的确，现在没有不知道怎么谈这个问题。所以尽管大家都想处理，也希望在明年底可以处理，但是能不能够达成不知道，因为地方拿了钱之后会不会再放在这一块？对，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实情你应该没有去看过垃圾山吧？我不要，我不想看。都很重的味道，你知道吗？我去看了，像我前几天去看，我看照片就觉得哎呦有味道。就是我看了那个大概是50吨的垃圾山，50吨50吨，那很恐怖那个好大一座山，那整个都是那种味道，就是让你环境部长不好当然后跑这种地方。对我的同仁都会拿口罩给我，我说不用，就这样吸就闻，真的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一定要处理啦，因为台湾那么进步怎么还有这种地方这种对啊，因为那种照片，然后国际上面一看到，哟，都吓死了。对。好，因为其实我们访问到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怎么办？没有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各地方政府多负担一点钱拿了要办事不要拿钱不办事这样倒霉的也是人民啦。碳费这件事情你处理了？我处理了，对，而且我必须跟大家说如果现在胡须章涨价跟碳费没有关系。真的吗？不会绿色通膨？没有，我们算得很清楚CPI 只有0.1%，对 GDP 的影响也很低但是我必须说，现在只有针对大的企业，超过排碳量2.5万吨的企业在收。那当然，那些有些是钢铁或是水泥。那目前我们也算过，对房价影响很低。所以我还是持续说，如果你有说你的去买房子，那个房仲跟你说，我这个新房子因为要碳费收了要多5%，跟我说，我已经带人去查。
那所以不会因为碳费的征收，然后使得物价被带动。没有，因为绝对不会。我们今年1月1号才走到碳定价的时候，所以我就让它制度可以往前走，先让大家。但是目前企业90%都愿意自主去减量，这是蛮好的事情。这个制度表示说这个制度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一家一家去做调查，90%的企业愿意，他想要拼那个减量比较便宜的价钱，那他就要减量减得很多。所以他们反而带动一股台湾新的减碳的一个热潮。那我们的碳费跟国际上面比起来嘞？我们碳费目前是属于比较低的。我们的碳费就跟人家碳税很类似。不过呢，我也必须说，我们的碳费一定会上路，一定会往前走，不会改变。但是未来呢，我们会慢慢走到总量管制的排放交易，就是碳交易的制度。那个是会另外一个制度。但是碳费一定会继续往下走。那未来我们会再找一个新的接轨国际、更方便市场来驱动的碳交易的制度。蓝白提案砍40%净零预算这件事情跟碳费、碳交易会不会有影响？这个就是我们气候变迁署的预算了，我是蛮担心的，因为其实他们都需要很多人合作，而且它本身的钱就很低了，我们的减碳的经费比原来都还来得低，那又把它砍下去，我也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怎么办啦？部长今天来这边，然后就很多事情也很担心，可是对啊，可是怎么办？有什么解决办法？这个我不知道，我会努力去跟蓝白委员，如果要提头来见，我会努力去见。可不可以请蓝白委员，就是你们再提一个复议案，回复我们的预算？因为我自己第一次担任公务员，我也问我同仁，因为我其实很想帮环境部增加预算。因为我们的预算都差不多维持这样的幅度，我也跟同仁去问，结果我发现要编一个预算都很辛苦很难的。那我们现在的预算其实去年早就我来上任前就定好了。那其实每个预算都必须在我们的主计规范里面不能浮编的，对，不能浮编。那不能浮编之下又被砍那么的多，所以其实那个的压力是真的很大，我必须说真的很大。就跟一般的企业不可能去浮编，那现在政府其实压力更大，也不可能浮编，所以这样一砍下去，就你很难去巧妇无米之炊啊，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对啊。今天标题就是这样，谢谢部长下标，有没有？因为觉得部会其实在编预算的时候是辛苦的，用前一年的来做比较，然后把这些计划啦加进去啦等等。可是删预算很快，协预算很慢，对，删预算速度是火的。对，像我现在我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争取，我明年的预算要增加，我也很努力，我鼓励有同仁说要争取多一点，要帮民众多做一点环境有益的事，好辛苦，好辛苦。会明年就砍更多，心里面会不会有阴影？我就是不知道，我同仁搞不好会跟我说部长做这个有什么用？反正会被砍，反正会被砍。对，就是看得出来，就是想做事的人，面对这种状况，就其实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让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完成。对，好，我们刚刚讲到碳这件事情，减碳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生活环境一个目标。可是我也听过很多人说，台湾你再怎么减，你就这么小，你减碳有差用。根本对于整个地球来说无关痛痒，是这样吗？台湾只占全世界的大概0.5%，对啊，很低很低。所以那我们减碳干嘛？所以纵使台湾做到净零，全世界还是在暖化当中。那我们干嘛减？好，但是你不要忘了，台湾是靠出口的，我们很多东西要出口。对，我们是靠着很多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来维系台湾的经济发展的。那些呢，其实他出去，人家问你排碳量多少，这都要算的。所以出口东西他们会做这种？会。未来，例如说，我刚才讲过 CBAM 欧盟的 CBAM， 就是你简单的说是碳关税，但是不是碳关税，就边境调整机制，它就会要你申报。就是你没办法去开会的那个会。对，那这个就要协调啊。我当然以后不知道怎么去了可能很难去。然后第二个是，那既然去不了，我们就不要管你的规范。不行啦，我还是要保护台湾的产业啦。那个第一个是说，我们出去国际上都有这样，未来会有更多人会要求你这个碳足迹是多少啊？你如果排碳量很高，你
你就没有竞争力。所以减碳，对，真的减碳是帮助我们的产业还有每个人生活。而且呢，未来你要知道，很多的企业，国际的大型企业，员工去旅游都要去住那个有排碳量的资料的旅馆。没有排碳量他不能去住，因为没有办法申报，因为要算他的范畴3啊。所以其实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对啊。所以为什么5星级饭店他很努力在做减碳？难怪。对啊。所以都是环环相扣的。环环相扣。所以我们今天不做减碳，在全球供应链里面会被淘汰，所以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好，另外一个问题是，那我们现在做这些有意义吗？因为川普今天上任，我要退出巴黎协定，我才不要我跟你讲，那些地球暖化假的，刚骗川普。所以美国带头大哥他都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吗？8年前，其实川普上任就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哈。但是我必须说，巴黎协定要退出，其实要一段时间，不是说今天退，明天就走了。是要一段时间，所以至少要1、2年之后。那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有观察，就是说，其实那4年我特别有去观察过，其实美国的排碳量还是继续往下走，美国的排碳量没有往上走。是往下走，因为现在全世界各位知道，美国还是全世界很重要的政治经济的核心。对啊，其实它本身它的企业减碳已经驱动了，所以其实他们都整体是在往下走的。而且呢，全世界的气候科技、减碳的科技核心的重镇就在美国的矽谷，所以我们台湾也必须跟美国一起来合作做气候科技的事情。那当然啦，川普总统呢，他一定会想办法多开采一些。天然气、石油，然后能够让这个的价格能够往下降，那经济就会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我相信未来几年一定会对气候谈判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的角度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内阁阁员，我不是评论他到底怎么样。我身为这个环境部部长，我必须是审时度势去观察国际会怎么样，而且我们一定，因为我们台湾还是需要各国的一起合作的嘛，所以我会抓紧跟美国各种合作的各种的机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全球的气候谈判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减碳的目标呢，我多了1%，所以以前蔡总统是24加减1，2030年我们变成28加减2，那1%就差很多。为了就是说不确定的变数，其实我们在几个月前就做好这个准备了。所以其实是逼得更紧、更严格的自我要求，达到这个目标。对，但是我们也要应付像这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波折，所以我们有准备好了。对。哎呦，好，最后的一点时间，还是要请你发表一下你的心内话。中央政府总预算一共被砍掉2000多亿。被冻结1000多亿，一共又被拿走了3000多亿。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呼吁立法院的 ？OK， 我是觉得，我接触到的很多的委员其实都是蛮好、蛮有理念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理念，为了台湾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其实有些事情呢，我们不妨可以多听听彼此的这个意见，然后这个行政部门有行政部门的立场，还有我们的步伐，因为。推动事情为了台湾好，还是需要台湾的行政部门往前走，国人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幸福。我希望这个委员们呢能够再来多了解我们。我是很乐意配合，让委员能够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也请委员能够在未来在预算方面可以让我们多做一点事情。那譬如说有一些国民党的说帖，或者是国民党的立委说，只是删掉业务费，并没有删你的这些预算啊什么的，所以你们还是可以做事。所以如果你们不做事的话，就表示政府无能。你觉得这样的讲法合理吗？我觉得从企业的实务经验，如果你在企业这样做，大概就很难经营了。那政府呢更困难，因为政府是一个预算制，有一个很绵密的会计的制度。企业可能勉强有一点弹性，可是政府就是这么硬邦邦，要守规矩的。好，所以其实这样就很困难，就很像说我参加我同仁环境部的尾牙，这是我吃过民间的尾牙里面比较，我不能说寒酸啦哈，我会觉得我想要帮我的同仁说，我可不可以去募款啊，帮我们同仁争取一些福利，这个吃的这么的便宜，我很难想象。就我的人事说，报告部长，你可以去弄，可是我要问政风。
好，超过一定的限额我们会违法。所以我们是在政府里面做事，就是依据法令规规矩矩的做事，要清洁透明，要完全是公开的。所以其实我必须说，这个业务费动3成，其实真的现实上在政府里面，大概有一半的工作大概就很难做了，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一半，因为什么呢？你只能掌握现在有一半，后面有很多了，你就必须被迫延迟了。所以这个的，我说真的冲击很大，比委员们想象的说啊只有3成，你到时候来解冻，因为要解冻不知道何时何年何月，所以这个冲击是真的很大。你可能那3成你就不能抱持说我还要做，我还有了，你可能就当成是不见了。了解。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部长来到现场啊，有一点语重心长啦。政府要做事，然后有这么多努力的这个官员啦、公务员啦，希望能够多做一点事情。可是现在有点被卡住的感觉。了解你的为难，也希望这个立法院可以赶快，不要让国家停留在原地。今天非常谢谢部长来到现场，非常谢谢，下次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我们今天